最近的爱奇艺热度榜出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，明明都曾经因为剧情引发争议，却依然牢牢占据榜单前列。第一名是田曦薇和胡一天主演的《天才女友》，第二名则是张凌赫和王楚然主演的《这一秒过火》。一部是青春校园题材，一部是民国虐恋故事，风格完全不同，争议点也完全不同，但最后的结果却出奇的相似，那就是观众一边吐槽一边继续追，甚至越有争议，讨论度反而越高。所以问题来了，为什么明明争议不断，这两部剧还能稳稳占据爱奇艺前2？田曦薇和张凌赫到底凭什么让观众舍不得退出？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场非常有意思的爱奇艺热度之战。先来看目前排名第1的《天才女友》。这部剧由田曦薇和胡一天主演，改编自宿光童的同名小说。田曦薇饰演的林之夏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女主角，她不是普通意义上的校园学霸，她被设定为数学天才，智商高达174。在学习方面，她几乎可以说是开挂级别的存在。但问题也恰恰出现在这里，因为当一个角色被设定的太过聪明，观众反而会对他提出更高的要求。大家会忍不住问，既然他是天才，那么他在其他方面是不是也应该更加合理？而这也成为《天才女友》播出之后最大的争议之一。尤其是剧中林之夏的学习成绩更是被网友反复讨论。比如他在高考语文考试中拿到了148分，这个数字看起来非常漂亮，甚至可以说漂亮的有点夸张。毕竟语文并不是简单靠公式就能拿满分的科目，尤其是涉及主观题和作文之后，分数本身就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。所以部分观众看到这个设定之后，第一反应不是惊叹，而是疑惑，这真的合理吗？也正因为如此，林之夏这个角色从一开始就自带讨论度。有人觉得她是天才少女，非常有魅力，也有人觉得角色设定太理想化，甚至有些脱离现实。但更加值得注意的是，争议并没有让大家停止讨论她，反而让林之夏成为了社交平台上非常容易被讨论的角色。而这就是热度最有意思的地方，一个没有人讨论的角色很难产生真正的传播，但一个让观众产生不同意见的角色却很容易形成话题。除了角色设定之外，天才女友的改编也引发了一些声音。在原著中，林之夏本身就是一个非常独立、有能力的天才少女。可是到了影视化之后，一部分观众认为她有时候会显得没有原著那么强势。尤其是在和男主角江宇白相处的时候，女主偶尔会处于需要男方帮助的位置。于是新的问题又出现了，如果她真的是智商174的数学天才，那么为什么影视剧里不能更加突出他自己的能力？这也是不少原著粉比较在意的地方。当然，还有一个更加现实的问题，胡一天饰演高中生，这个选择同样引发了不少讨论。再加上开场部分被质疑存在 AI 画面的问题，让这部剧从上线开始就没有真正安静下来过。但是非常有意思的是，争议归争议，热度归热度，天才女友依然冲到了爱奇艺热度榜第1。这说明什么？至少说明田曦薇目前的观众号召力依然非常强。而青春校园加天才少女这样的设定，本身也拥有很大的年轻观众基础。大家会吐槽，会质疑，甚至会玩梗，但很多人还是会继续点开下一集。这就是天才女友最特别的地方，它并不是一部完全没有争议的作品。恰恰相反，他是在争议中不断制造讨论。而排在第2名的《这一秒过火》情况甚至更加复杂。这部剧由张凌赫和王楚然主演，改编自匪我思存的小说《如果这一秒我没遇见你》。故事发生在民国时期，张凌赫饰演慕容清逸，王楚然饰演任素素。从人物关系来看，这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虐恋故事，爱与恨，误会与复仇，家族恩怨，命运纠缠，几乎所有能够让观众情绪起伏的元素都被放进了故事里。任素素最开始接近慕容清逸，并不是因为爱情，她有自己的目的，复仇。可是感情这种东西最麻烦的地方就在于，你可以控制自己的行动，
却很难控制自己的心。随着两个人不断接触，原本带着目的的关系逐渐发生变化，真正的感情开始出现。而当爱情和仇恨同时存在的时候，故事自然就不会简单。于是，观众开始不断经历一种熟悉的情绪。上一秒觉得两个人终于要在一起了，下一秒误会又来了。刚刚觉得他们终于说清楚了，结果新的矛盾又出现了。这种不断拉扯的剧情，正是民国虐恋最经典的套路。但问题也来了，虐得太狠，观众真的会受得了吗？这一秒过火播出之后，剧情中的一些安排确实让部分观众感觉非常压抑，尤其是结局，慕容清逸最终在火海中牺牲，而任素素则独自活了下来，并承担起抚养孩子的责任。其他人物也没有全部迎来所谓的圆满结局。对于喜欢大团圆的观众来说，这样的结局无疑非常残酷。毕竟大家追了这么久，投入了那么多情绪，最后却发现，不是所有人都能幸福，不是所有误会都有机会重新解释，甚至有些人连一句真正的告别都没有。所以很多观众看完之后，第一反应就是太虐了，太苦了，甚至有一种追完之后反而更加难受的感觉。但也正是这种强烈的情绪，让这一秒过火拥有了持续讨论的空间。因为一部剧如果让观众产生强烈情绪，那么它就很难真正消失。喜欢的人会讨论，不喜欢的人也会讨论，被虐到的人会吐槽，无法接受结局的人会争论，而演员本身也会成为讨论的一部分。张凌赫饰演的慕容清逸是整部剧情绪非常重要的核心。王楚然饰演的任素素同样承担了大量复杂情感，两个角色从敌意到动心，再到误会和悲剧，几乎一直处在情绪高压状态。这对于演员来说，其实是非常考验表现力的。因为虐恋不是简单的哭，真正难的是让观众相信，这个人为什么爱，为什么恨，为什么明明受伤了，却还是放不下。如果这些情绪无法成立，那么所谓的虐恋就很容易变成单纯的狗血。而这一秒过火最大的优势之一，就是它始终能够制造情绪话题。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即使存在不少争议，它依然能够站在爱奇艺热度榜第2的位置。现在回头看这两部剧，会发现一个非常有趣的对比。天才女友靠的是青春、天才少女和校园成长，这一秒过火靠的是民国、爱情、复仇和极致虐恋。一个让观众讨论角色到底够不够天才，一个让观众讨论结局到底有没有必要这么虐，一个被吐槽设定不够现实，一个被吐槽剧情不够轻松。可是最终两部剧却一起进入了爱奇艺热度榜前2，这背后其实反映了一个非常现实的娱乐规律：争议并不一定等于失败，有时候争议反而意味着关注。真正可怕的不是观众吐槽，而是观众连吐槽都懒得吐槽。对于电视剧来说，只要观众还愿意讨论角色、剧情、结局，甚至争论演员的表现，就说明这部作品依然拥有存在感。而田曦薇和张凌赫现在最值得注意的地方，也正是在这里。他们所主演的作品都不是那种播出之后毫无波澜的剧，相反，每一个新剧情都可能引发新的讨论。这对于演员的商业价值和话题价值来说，其实非常重要。尤其是田曦薇，天才女友让她再次进入青春校园类型的核心讨论区。而林之夏这个角色本身也提供了非常鲜明的记忆点。她聪明，她特别，她不完美。也正因为不完美，所以观众才会不断讨论。至于张凌赫，这一秒过火则进一步强化了他在古装、民国以及高情绪戏份中的存在感。慕容清逸这个角色从爱情到牺牲，本身就有非常大的情绪发挥空间。而张凌赫能否真正把这种复杂情绪传递给观众，也成为了这部剧讨论度的重要组成部分。所以现在再看爱奇艺前2，你会发现这并不是简单的一场排名竞争，而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电视剧模式正在竞争观众注意力。一边是青春校园，一边是民国虐恋，一边让观众感叹天才设定到底合不合理，一边让观众被虐到怀疑人生。
但最后的结果却非常